1968年5月，喺河北省滿城縣嘅一座大山上邊，解放軍某部奉命喺呢度進行一項秘密嘅國防工程。呢一日，某連嘅工程兵戰士喺距離山頂30米高度嘅山坡上邊開作動員，冇諗到喺爆破嘅過程中，一件意想唔到嘅事發生啦！炮声一响完了之後，洞子裡沒有煙霧排出，碎屍沒有見。這11班長李希明進洞觀察，和他副排長曹培成進洞觀察裡一看也沒有煙霧，也沒有見這個屍渣，兩個人感到很奇怪。後來的李希明裡，在這個右腳的裡手腳的地下有一個黑洞，差點沒把他旋下去。哇！施工現場竟然出現咗一個奇怪嘅大窿喎，大家都以為係塌方，嗱嗱臨就向上級報告。接到消息之後，時任副連長嘅寇振林就即刻趕到去現場啦。為咗了解實際情況，寇振林決定入洞查看。佢哋一班人攞住電筒，順住黑洞摸索住咁樣向入邊行。行咗冇幾耐，竟然發現地上邊散落住好多大嘅骨頭同埋造型奇特嘅器物。好奇心就令到佢哋繼續向前去睇啦。好像是腳底下很晃，在一塊，到那個位置裡，腳底下一滑，我在前邊走了。我說大伙停下來，防止意外。腳底下有點不平常，是用慢慢來回這麼搓動它幾下子，腳沒有什麼感覺。我說咱們還繼續往前摸着走。喺微弱嘅照明之下，大家都好謹慎。佢哋沿住山洞內壁向前行，成個山洞真係好大啊，而且仲起咗一個大殿添。當時大家都認為呢度可能係一座地下神廟啊。然而寇振林就認為啦，呢個山洞絕對唔係一個地下神廟咁簡單。但係由於山洞入邊好潮濕，而且氧氣又唔足夠，為咗大家嘅安全，佢哋冇喺山洞入邊逗留太耐。於是佢哋就按照原嚟嘅路線返回啦。省裏面對這個事情也很重視，同時就找了。大概5月底的話，就找了2個河北省文物工作隊的2個同志，也是搞考古的，找兩個人先去看，然後就知道了這個是漢墓。滿城發現漢墓嘅消息上報到中央之後，周恩來總理非常重視，並且告知咗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一場特殊嘅考古工作由此展開。考古人員好快就進入古墓現場，佢哋發現墓葬嘅規模好大，喺中室，墓主人存放住各種各樣嘅用具招待賓客。呢啲器具似乎都表明出墓主人嘅好客，但直到發掘完中室之後，大家始終都冇發現墓主人嘅棺材。呢個時候，大家嘅目光都集中咗喺未發掘嘅後室。考古人員即刻對後室進行挖掘，喺嗰一度出土咗大量精美嘅器物。呢啲發現都表明啊，呢個墓主人嘅身份一定係好尊貴嘅。咁究竟呢個墓主人係邊個呢？佢嘅棺材又會喺邊一度呢？塌下來2/3的屋頂已經大石板塌下來，我們發現了棺材就在那個1/3沒有塌的這個屋頂的底下，所以我們最後就清理了棺材。棺材看起來棺椁的堆積很厚，有那麼幾十公分厚的這個堆積，就是棺椁腐朽了以後塌下來的就蓋在這個上面。將堆積喺上邊嘅柳木灰同埋金屬飾件全部清理完之後，考古人員就發現棺材入邊放住一件特殊嘅盔甲。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整個像人的形狀一樣，從頭到腳
都是用玉片这个边帘盖起来。玉片跟玉片之间，我们看的是金丝，因为金是不会生锈的，多少年都还一样的。一看的是金丝，所以当我们感觉到的这个应该就是《汉书》里头讲的寓意。我们知道这个汉代是有寓意的，但是寓意究竟什么形状，没有人知道，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历史包括《汉书》《后汉书》也都没有记载寓意的形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玉衣係古代皇帝同高級貴族死咗之後穿着嘅殮服，亦都稱之為玉盒。雖然史書上邊都有過相關嘅記載，但係金縷玉衣究竟係咩形狀嘅，就始終係一個解唔開嘅謎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原來漢代的金縷玉衣未光是個人的形狀，有頭上身，這個手有手套，這個有褲，然後有鞋，整個未光這個人體的形狀一樣。從此以後，這個所謂寓意之謎的話，應該說就解開了。寓意是跟人的會完全一樣，從頭到尾用玉片，然後用金絲編連在一起。滿城漢墓入面發現咗金縷玉衣，而且係我國發現最早，亦都係最完整嘅一件金縷玉衣。從此之後，喺考古人員心入面嘅一個巨大謎團，終於被解開。金縷玉衣嘅形象唔再係一個謎，然而墓主人嘅身份就依然係一個未解嘅謎團。擁有咁多精美絕倫嘅陪葬品，呢個奢華嘅地下宮殿嘅主人到底係邊個呢？呢一日，滿城縣嘅靈山上突然戒備森嚴，一架吉普車喺警衛嘅嚴密保護之下，開入咗滿城漢墓嘅發掘現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喺得知發現咗金縷玉衣之後，嚟到咗現場。郭老看了寓意以後呢，他就有一個疑問，就是這個寓意是扁的，這個完整的貼在這個基本上是貼在棺床上的，哎，他就覺得呢看不到這個死人的人骨架，哎，我也看了，從這寓意現場是看不到這個人骨架的。包括頭啊，這個身軀啊，完全這個寓意這個變成一個扁片的。其實唔單止郭沫若有咁樣嘅疑問，在場嘅所有工作人員都有住同樣嘅不解。如果金縷玉衣係作為殮服，咁墓主人嘅屍骨應該係喺入邊先啱㗎。點解呢個金縷玉衣係扁嘅呢？唔通墓主人嘅屍骨會憑空消失？所以當時我也這個不能夠很肯定的回答他，還裡面有沒有恐怕的寓意啊？解開以後，就是寓意的清理以後才能確定。但是當時的寓意我看呢，不能在墓地裡面解開，因為寓意是整片的，裡頭肯定有許多這個很重要的情況，在墓的裡面的觀想什麼，是不適宜這個打開這個寓意，所以我們決定說啊，把寓意完整的取回到北京。考古人員將呢一座古墓定名為滿城漢1號墓。隨住勘查清理工作嘅逐步深入啊，1號墓嘅整體形制亦都慢慢清晰啦。墓室由墓道、甬道、南北耳室、中室同後室6部分組成，可以擁有咁大規模嘅墓葬，墓主人一定係一個好顯赫嘅人物。咁喺滿城縣嘅縣志上邊會唔會有記載呢？清統一志當中有這樣的記載，就是說，靈山南面有樹冢，相傳為7順皇陵，有這樣的說法。但我們查過歷史，歷史上沒有7順皇這一個人物，
就说过去有个北齐，南北朝时有个北齐，没有齐顺王这样的说法。由於喺墓室入邊並冇發現墓誌銘，所以要判斷墓主人嘅身份並唔容易。考古人員就試圖喺隨葬物品入邊揾突破口啦。宗室里面就出現了許多青銅器，青銅器裡面就有銘文，銘文有中山虎、中山內虎，這樣子，這個銘文很重要，因為我們知道的只有這個諸侯王才有這個內虎，這個中山內虎，那很明確的話就是中山國的。最後到了墓室裡頭出土的寓意的，我們就更明確了，肯定是中山官。中山國的官吏也不可能這個有這個寓意，只有這三級，就是皇帝、諸侯王、列侯這三級的劉氏的貴族才能夠傳這個寓意，這是《後漢書》裡面明確規定。考古專家就留意到喺當地流傳咗好多關於靈山嘅講法。靈山上有18王子墳，靈山腳下亦都有南靈山村同北靈山村，好顯然咁係因為靈山而得名。而且冇幾遠嘅地方仲有一個守靈村添。就在這個靈山南面吧，靈山南面大約5華里的地方有一個村叫守靈村。相傳他們的祖上就是給人家一個王爺看墳的、看靈的。西漢時期嘅中山國一共歷經咗10位諸侯王，而且從地理位置上嚟睇，滿城縣當時亦都係屬於中山國嘅封地。咁墓主人究竟係中山國嘅邊一位諸侯王呢？而劉勝並冇葬喺入邊。如果係咁嘅話，喺1號墓附近應該仲有一個2號墓啊！好快，考古人員就發現咗2號墓啦。呢度會唔會先至係劉勝真正嘅葬身之處呢？2號墓同1號墓嘅形制好相似，不過面積呢就要比1號墓嘅耳室要大好多。冇幾耐之後，大量精美嘅隨葬品出現喺我哋眼前啦。不過令大家疑惑嘅係，呢啲隨葬品表明墓室嘅主人應該係一位女性嚟嘅。咁樣睇嚟，2號墓亦都唔係劉勝嘅安葬之地噃。專家就推測啦，金縷玉衣既然係一件殮服，咁墓主人嘅屍骨就應該係喺玉衣入邊。會唔會係因為屍骨歷經咗2000幾年時間，一早就腐爛咗呢？骨頭雖然已經爛了，但是骨渣、脊椎骨、這個肋骨，特別是這個頭部的牙齒都還在。1號墓的確係劉勝嘅墓葬，咁2號墓嘅主人又係邊個呢？根據漢代嘅喪葬習俗，專家就推測，滿城漢墓應該係一座夫妻合葬墓，而且係同墓唔同月。這個2號墓出土的一個印章，這個印章呢一邊刻着竇瓦，然後後面呢有這個軍區，可見這個墓主人呢是姓竇，名瓦，字叫軍區。我們根據文獻記載呢，這個竇瓦可能是竇太后的家裏的人。喺2號墓嘅後室入邊，考古人員發現咗墓主人嘅棺材，不過由於年代太過久遠，棺材已經坍塌。而令考古人員興奮嘅係，佢哋喺2號墓入邊再次發現咗金縷玉衣。金縷玉衣嘅發現，令考古人員更加確信2號墓嘅主人一定係中山靖王劉勝嘅皇后。然而，令人諗唔明嘅係，喺男尊女卑嘅觀念根深蒂固嘅年代，劉勝嘅墓葬點解會細過佢夫人竇婉嘅墓呢？劉氏墓小是因為竇婉是他夫人，比他晚死了10年。因為在古代，這個墓是要不停地挖，不能停，每年要挖一點，每年要挖一點，又挖了10幾年，所以他的墓
比他的墓容积量就要大一些。劉勝作為中山國嘅諸侯王，地位自然相當顯赫，而且北方一直盛行土葬，講究入土為安。劉勝點解會將自己同妻子葬喺大山之上呢？在西汉時期，古墓被盜也是經常的事情。比如說呢，他把他的陵墓選在山頂之上，而且呢做成崖墓的形式，都是為了防盜。再一個目的就是他看好了這兒的風水。喺漢代，神學興盛，建築設計等各方面往往會寄託住人嘅心願或者係期待。劉勝作為身份高貴嘅皇室族人，佢嘅墓穴當然亦都離唔開神學嘅影響。寓意代表他的身份，這個皇室皇族的身份。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漢代人這個迷信這個玉能夠保護屍體不朽，但是事實證明玉不能保護屍體不朽。為什麼用玉棺呢？我覺得一方面也給這個保護屍體不朽有關係，再一個呢，可能給這個相信做讓玉棺呢能夠靈魂升天有關係。劉勝夫婦嘅墓葬坐落喺靈山頂上，劉勝嘅墓喺右邊，竇玩嘅墓喺左邊。按照古代嘅習俗，左為上，右為下，咁樣一嚟呢，就形成咗男卑女尊。一座皇陵點解會出現一啲咁令人難以理解嘅現象嘅呢？它的南面，也就是在劉勝墓的右面，還應該有第三號墓，或者是其他的墓，是吧？在它的左應該有它的另外一個夫人，他居中，然後正夫人居右，他的居左，他的另外一個夫人居右，然後再右邊還有18個副當墓，形成一個完整的墓區，這樣的形式是合理的。所以根據這個情況看，我想應該是有3號。滿城漢墓出土咗好多國寶級嘅文物，嗱，好似金柳玉衣、長信宮燈等等，可以話一座地宮印證咗一個時代嘅輝煌。或者靈山上面真係存在住神秘嘅3號墓，我哋亦